林一代，你想怎么处置？我要弄死他，帮我的2个人都没了，没人对峙。我当时怎么没想着留一个呢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。可报官处理的话，我被掳的事不就都知道了？虽然我不在乎什么名声，可我不能如了他的意。明的不行，那就暗杀吧。也不知道老头子留给我的府兵够不够用。不过，被萧旭抓住了小尾巴，老头尚在前线。如果现在弄死他，等着萧旭反弹，那不是给老头子添麻烦了吗？喂，我在这认真思考对策，你不帮我你还笑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若你想取他性命，我让怀流他们去做就行。即使萧旭会怀疑，也不会留下证据。我就怕萧旭发疯乱咬你，毕竟是原书男主，还是要避免萧旭的主角光环给萧星恒带来什么麻烦。我没事的，更不惧生死。萧星恒，我只说一遍，我既然已经答应嫁给你了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我是你的。还有啊，我跟林玉带之间的恩怨，我自己解决，你不许插手。忽然我就没有那么想让他死了。好。哼，让人最痛苦的不是身体上的折磨，而是精神上的毁灭。他越想得到什么，我偏偏让他自以为快要成功的时候全部失去。林一代最在乎的是什么？在乎他和萧旭的感情，在乎爬上高位掩饰出身的自卑，在乎他淑女才女的名声。那就让他最在乎的一一破灭在他眼前。若是他现在死了，倒成了萧旭心里的白月光了，我偏偏要让他跟萧旭反目成仇，让他刚爬上高位就跌入尘埃，让他声名狼藉，被人耻于提起。按你的意思来。你觉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像画本里密谋阴谋诡计的大反派？瞎说，我觉得我们像画本里珠联璧合战胜反派的主人公。那你不觉得我恶毒啊？不，我觉得你很可爱。京城知名才女林玉带离奇失踪，究竟是采花大盗重出江湖，还是闺中小姐为爱私奔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哼，姐姐，你比我标题党多了。我这京城第一八卦号应该退位让贤。少贫嘴，能不能想？姐姐交代的事肯定漂漂亮亮的完成啊。嘿。号外号外！京城才女林玉带离奇失踪，给你，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号外号外！来，号外号外！京城日报每日关注，号外号外！听说前几天城里闹了大盗，要我看呢，这林家才女就是被采花大盗掳走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了这么一个黄花大闺女啊！可我怎么听说是这林家小姐与人私奔，她违抗父命与人私定终身了呢？说起来还真有可能是，之前不就传着林家小姐早就心有所属吗？而且这里可是京城，谁敢在天子脚下劫人？对啊，是啊。这是谁呀？怎么躺在这儿啊？是个如此的姑娘。
这不是林家那个才女吗？林玉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他这样好像丢了清白啊！我没有，看什么看？都给我滚开！滚！都给我滚开！林玉带总想着做人群中的焦点，声名鹊起也好，身败名裂也好，他不都得偿所愿了吗？下一步，通知萧旭接人吧。旭哥哥，我真的没有。虽然我已经什么都记不清楚了，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。旭儿，旭儿，姨母叫我。你今天说有事找我，可我陪你在这坐了1刻钟，到底有什么事？
让你这么难以启齿啊？姨母，旭儿想，旭儿想求您向父皇请一道圣旨，替旭儿赐婚。怎么，旭儿这是想通了，想娶那岳西郡主了？不是宁初曦。不是宁初曦，不是宁初曦是谁？难道是那林家庶女？那个林玉带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对她这么死心塌地？姨母，旭儿与他已经有了夫妻之实。什么？所以旭儿必须得娶她。你还真是饥不择食，什么糟糠都吃得下。她林玉带不过是区区一个庶女，如今变成了上不了台面的货色，你怎么下得去口啊？娶她，你就不用想了。别说是本宫不同意，如果被你父皇知道了，你这辈子都与那个位置无缘了。可是姨母，旭儿与他若是不娶的话，他存心报复，旭儿怕。说到这个，我还想问问你呢，你明知道他德行有亏，已经不可能入皇室，你为何还要与他苟合？还是说，你们早在之前就已经同床共枕？姨母，是旭儿鬼迷心窍，可是如今木已成舟，旭儿必须要给他个交代。他前些天因为这件事情，已经被林府赶出了家门，旭儿实在是不忍他流落街头。你不是说他爱你爱得非你不可吗？那还在乎什么名分啊？他这样德行有亏，心思歹毒，做一个外室都算抬举他了，还想登堂入室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本宫给你1天时间，把这件事处理好。若是捅到你父皇那儿，本宫也帮不了你。旭儿知道了。玉儿，最近我政务繁忙，我们暂时不要见面了。她就是那个失踪了好几天，然后衣不蔽体被扔在大街上的林府小姐。是他呀，失了清白了。就那还好意思来找三皇子，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货色，还想着飞上枝头当凤凰，当初还不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西郡主抢风头，一个庶女儿用事，仗着三皇子的宠爱和郡主叫板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。宠爱，现在三皇子躲着她呢，避之不及，还夸自己是那个京城第一才女。小姐，这就是报应。萧旭遭人算计，也算吞了哑巴亏，遭此报应。对这个结果，你可还满意？还行吧。而在我看来，还不够。眼看他高楼起，眼看他楼塌了，还挺有戏剧性的。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他这个结果，也是自己选的。秋霜寒凉，老夫人身染风寒，缠绵病榻，念及远游亲眷，心中郁结，盼希儿归家，以解亲人思念。我离开益州时，祖母还精神矍铄，怎么会久病不愈了呢？往日她最是疼我，我必须回去看看。你要回益州？我父王尚在前线，这时候本不该多事，但老太太病危，我父王又不在，
此去一周，担心途中生变，这不是来找我的未婚夫婿帮忙了吗？我担心宁王府的兵人手不够，要不将太子府的侍卫带上，充当王府的人。还有，宁老太太患疾，我身边常用的太医医术精湛，你把它带上，还有各种药材，一并带上，我让人都给你准备好。还有，你身边没有贴身侍卫，我让怀辽跟着你一起去益州。怀辽跟我，你身边没人怎么办？不用担心我，我能自保。要不我称病，我陪你一起。别闹，现在正是京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的时候。可是，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，可若是争不了权，夺不了势，即使此刻你陪着我，往后也是护不住我的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你放心，这回我肯定处处小心，绝不让自己身陷险境。萧星恒，你都装了什么呀？我是去探病，又不是举家搬迁。多带点总是没错的，这些都是珍贵的药材。虽然我不知道宁老太太情况如何，但总有一样可以。还有这个，送给你。鸢尾花的手镯，帮我戴上。好看。一只手镯可不够，准备好聘礼，等我回来。好。祖母，我回来了。祖母，祖母，好，我的希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祖母就是此刻去了，也心安了。祖母，你胡说什么？你还要长命百岁，健健康康的看我成婚呢。对了，我的希儿有对象了。定亲了，是太子，孙女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。祖母高兴了吧？高兴是高兴，可对方是天皇贵胄，以后我的希儿要被欺负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希儿不哭，都说生死有命，祖母不难过，你也不难过了啊。祖母，太医，太医。
回禀郡主，宁老太太得的是风寒，好在不是肺痨，应该是风邪入体，因年纪大了痊愈的慢，再加上治疗不当，炎症累积，才拖成了现在这样。可能治疗？可以的，只是所需药材珍贵。好在咱们来1周前，殿下为您准备了大量药材，正好可以用上。只是宁老太太年岁高了，这病恢复得慢，急不得。能治就好。哎，臣这就去准备。祖母，你听到了吗？您的病能治，以后可千万别再说这些丧气话了，要配合太医好好治病。好，不说了，都听我希儿的。多亏了希儿带来的太医和药材，不然母亲的病不知何时能好。该三叔好好谢谢你才是。三叔见外了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父亲尚在前线，宁家全靠三叔一人撑着，这些都是侄女儿应该做的。哎，我听闻圣上为你跟太子赐婚，也不知太子为人如何，你是否能跟他相处得来啊？希儿，这婚事可是你自愿。小姐，您的点心。哎，管家。哎，外面怎么这么多哭闹声啊？我这几天看到好多人家都在办丧事。最近城中死了许多人吗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入冬的原因，城中好多老人都患了风寒，都挨不住了。按理说今年冬天还没有去年冷，但这1个月陆陆续续走了好多老人。都是在这1个月里？是。就是这1个月，连那个棺材铺的生意都好了很多。哎，小姐，您是觉得哪里不对吗？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你这都生病了，怎么还在打扫啊？谢郡主关心，只是奴婢是负责花园洒扫的，其余负责的姐妹也都染上了风寒，奴婢担心无人值守，这才让在这打扫的。你带我去你们的住处看看。染病了，府上郎中就没来看看吗？回郡主，府上郎中来瞧了，说是普通风寒，也都给开了药，可有痊愈的？说来奇怪，好似还真没有痊愈的。不过大家都只是咳嗽，并没有其他什么毛病。因为怕影响主子，所以我们染病的也都没敢往内院去。今日实在是没有人手了，奴婢才带病进。没有别的症状，只是一直在咳嗽。小美，去吩咐外面所有的人都远离这个院子。华柳，去找些侍卫，将宁府暂时封了，让他们远远守着，不许任何人出去。我这就去。哎，你别出去，就待在这儿，想办法传令出去就是了。是。叫外面的人去把徐太医喊来，顺便再通知三叔和二姑姑。明白。
哎，别进来！希儿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快出来！对啊，我怀疑这里的人得了癔症。癔症，还请太医做好万全准备后，再进来为众人接诊。是，臣这就去准备。有劳了。希儿，这当真是癔症吗？瘟疫向来令人谈之色变，若真是癔症，那可就不单是宁府的事情了。还不确定。我也希望是虚惊一场，但结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。三叔，还请您将宁府立刻封闭，将所有的下人都盘查一遍，将染病的和未染病的人全部单独隔开。内院也要排查，特别是松鹤院，我担心祖母的病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，我这就去。可是希儿你，以防万一，我也需要一同被隔离。这怎么行呢？我怎么向大哥交代？三叔别担心，有徐太医在呢。现在控制住癔症才是最要紧的。行，我这就去。走。郡主，你猜的没错，经过下官反复确认，确实是癔症。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最先咳嗽的是东院里负责外出采买的小厮出现了咳嗽，后来与他同屋的小厮也都相继出现了咳嗽的症状，而且最先染病的那几个小厮已经开始出现了发热的症状。下官用了各种风寒常用的降温方法，但是都没效果。也就是说，这癔症的症状是先咳嗽，再发热。是。那祖母一直咳嗽，会不会也是？郡主请放心，宁老太太虽然也有咳疾，但是肺病，脉象也跟这些患了癔症的人不同。她没事就好。这些患了癔症的人看似风邪入体，但他们的脉象要更沉一些。之前郎中开的风寒用药也是没有半点效果。那知道癔症是怎么传染的吗？我们这些人是否也会患上癔症？这些人都是在接触了有咳嗽症状的人之后3天才出现了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观察3天，没有出现咳嗽症状的，均是没染上的。是的，郡主在这儿已经待了3天没有症状，所以郡主已经平安无事了。宁府应该没有新增的感染者了吧？没有，幸亏郡主当机立断，及时封住了小院儿。所以疫情才得以控制，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。此癔症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，不代表没有在乙州传染开来。可是明明已经传播1月有余，为什么城中一点防疫措施都没有？郡主，这可使不得，郡主。徐太医，还请您劳心费力，尽快找出治疗之法。这乙州城的百姓，就靠您了。郡主请放心，下官定当竭尽全力。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但此刻我必须做些什么。殿下，乙州传来消息，说是发生了瘟疫，圣上已经秘密下旨封城，现下正召集各位大臣殿前商议。不知岳西郡主到访，下官
有失远迎。赵大人多礼，倒是我突然来访，惊扰了大人。啊，哪里，郡主客气了。此次到访是因瘟疫一事。不瞒郡主，下官收到宁家消息的当天，已经找大夫确认了瘟疫一事，当即将此事上报朝廷。只是除江南腹地，并无多少士兵镇守。若是百姓知晓瘟疫，一旦发生暴动，我们根本就压不住。殿下说过，见此章如见他本人，只是不知赵大人还认不认这章子。本以为岳西郡主不过是太子殿下联姻的选择，没想到殿下信任他至此，连私章都交给了他。请郡主吩咐，下官定听命行事。当务之急是请大人封锁益州城门，避免瘟疫流传出去。大人，外面现在已经……郡主，这话说晚了。下官刚刚收到消息，益州城门已经从外面封闭，现在的益州无人能出。这么快，京城到益州，不论是一差800里加急，还是飞鸽传书，最快都要10日才能送达。封城的消息今日就到了，说明最起码10日之前，京城就收到了益州瘟疫的消息。而那个时候，益州的丧事变多，不过刚刚出现了一点苗头。这究竟是有人未卜先知，还是说这场瘟疫本就是一场阴谋？其他几个都送过来了。大人，城中百姓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有瘟疫，现在全部聚集在隔离点，闹着要出城。守城士兵喊着要将他们格杀勿论，我们快拦不住了。哎，快放我们出城！我们要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臣以为益州人口数10万。一旦因为疫情引发暴乱，3城的城卫军怕是也难以抵挡，还请圣上调兵提前镇压防范。臣以为瘟疫自古死者10有89，此乃天灾，非人力所能治愈。避免瘟疫扩散，增加死伤，应死守益州，不许任何人出城。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商贸发达，耕地众多，更有人口数10万。若是弃城，不仅尸横遍野，此后益州耕地无人种，商贸无人理，对我朝更是损失惨重。关键时刻就应该壮士断腕，虽然代价有点大，但却能保附近其他州县百姓安危。再说了，如今益州瘟疫横行，如此天灾，又有谁敢进城援助？谁说没有人呢？圣上如此英明，我倒要看看哪个居心不良的要弃了我宁王府的族地。臣不负所托，北琼已鸣金收兵，主帅撤离，只留了小部分人镇守边境，已无再战之意。此战我朝大获全胜。好，爱卿辛苦了，朕重重有赏。臣
臣只是做了分内的事。此次回京，听闻益州疫情严重，心中难安，便匆匆赶来，未曾换甲，还望圣上恕罪。哎，无妨，爱卿担忧家人乃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啊？既然爱卿回朝，那你对益州的疫情可有对策呀？回陛下，臣以为必须驻扎重兵防守，这样能防止疫情蔓延，防止百姓暴动。但是益州不可弃，若弃了益州，百姓人人自危，恐怕产生暴动啊。若益州可弃，其他城池皆可弃。若在此开了先河，如果疫情一旦泛滥，那我朝便救不了一人，守不住一城，此损失巨大。陛下，千万不能开这个口子呀！宁王说的轻巧。益州疫情泛滥，如此严重，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城中救助？臣愿前往。哼，可光您一人可不行。若要派人，那便只能增兵。各军队均驻守边疆，所隔甚远，御林军守护皇上的安危，皆不可轻易调动。臣这次大胜归来，特准了北疆将士常年未归家的假，此刻已经在城外，臣尚未解散呢。带了多少人？5万人。你这是私自带兵入京？你耳朵是聋了吗？我只是准了将士们的假，让他们一同陪我回京，而且我为了急匆匆的面见陛下，所以才未将他们解散而已。哼！爱卿刚从前线回来，理应休养生息。目前益州的疫情尚未明了，爱卿实在是不可以以身涉险呐。哎，不如这样，另派他人领了你这5万精兵前去支援。爱卿，你看如何呀？这，儿臣愿带宁王前往。你是一国太子，怎可以身涉险呢？正因为儿臣是太子，所以应该以天下万民为己任。益州不仅有儿臣的爱人，还有我大理数10万臣民。也罢，将这5万军队交给太子，那宁王便无话可说了。既如此，着太子领5万精兵前往益州赈灾吧。儿臣领命。多亏殿下传书，我才带回这么多将士，不至于让益州成为一座孤城啊。还是要多谢君主。既然希儿这么看重你，那我有话就直说了。您请说。我在京城看住这些牛鬼蛇神，但是你要保证，从益州安安全全地把希儿带回来。您放心，我定以性命护之。郡主，虽然城门被封，但我有办法送您出去。你能送我1人出去，但能送宁家那么多人出去吗？赵刺史，益州为何被封？城中瘟疫，还不让我们逃难，朝廷是放弃我们了吗？是啊，让我出去，我不要在城里等死！你们是要逼死我们吗？我说，我们要。诸位，请听我一言，益州被封，是为了防止疫症外溢，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。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现在，各位应配合官府，减少聚集，防止疫症传染更多人。你骗人！外面的兵说出城者杀无赦，你分明就是想困死我们，你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放我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
看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，你们这些贪官分明就是罔顾人命！就是罔顾人命！本官还在城中，今日之前，根本无闲杂人等知晓瘟疫一事，说有人提前出城，根本是无稽之谈。赵大人的意思就是，你明知道乙州有瘟疫，故意瞒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喽？我看赵大人就是故意借着想留在这里的幌子，欺骗我们这些老百姓了。那些有钱人都跑光了，放不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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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带的人多吗？本来不多，但是属下刚刚从人群中看到了不少太子府的人，应该是殿下从京城派来的，刚进城就堵在这儿了。通知宁府所有的侍卫和府兵，要他们全部赶来城门，维护秩序。加上新来的人，应该能拦住这些百姓一时片刻，不让他们冲出城了。你能从人群中直接把他单拎出来吗？我看他面生不像乙州人，也没在这次病源中见过。明白，郡主放心。出去！我在萧旭府上见过你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会发现。大家不要被奸人怂恿蛊惑，速度离去，免得伤了自己。外面驻守的军队说，出城者杀无赦。你们不是想出去吗？我就帮他一把，看他能不能活着出城。赵刺史拦着你们，是怕你们自寻死路。你们以为你们人多，城外的士兵就拦不住你们吗？你们确定要拿命跟城外那些带刀带枪的士兵拼上一拼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嘛？出城是死，留在这里也是死，那让我们怎么办嘛？是吧？是不是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放不出去！谁说留在城内就是死啊？此疫症不是不治之症，太医和大夫们都在研究治疗之法。若你们出去后发病，试问，又有哪个大夫敢接诊？又有哪个大夫能比城中的大夫更加知晓治愈之法？更何况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了，未染病的人，只要听从官府的安排，就不会被传染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你又是何人呢？你怎么能保证朝廷来的是援兵，而不是来困死我们的？就是，况且那些有钱人都跑了。就是啊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是啊。我乃宁王嫡女岳西郡主，更是皇太子妃。只要我还在城中，只要我的父王和未婚夫婿都还活着，就无人敢弃以州城。真的假的？岳西郡主，太子妃，真的假的？你见过岳西郡主吗？就是啊，没见过。郡主，你刚才也太厉害了，特别是您将那个挑拨离间的奸人斩杀的时候，简直跟个杀伐果断的女将军一样神气。说实话，刚刚那么多人盯着我，腿脚发软，头皮发麻。还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想才适合我。逼着一个社恐大庭广众之下演讲，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嘛！郡主，目前城中百姓们已经安顿好了，只是这城中药材极其紧缺，还有重症患者的治疗因为缺少人手，这都是大问题。徐太医，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那臣告退。
去接。来。好酸吗？慢点。见过郡主。小春花呢？我给她带了糖葫芦来。小春花昨夜病发，没能救得过来。打听到了吗？我找到了金月来最先办丧事的10几户人家，居然有一大半都出自同一条巷子。同一条巷子？怎么这么巧啊？若这疫症真是人为制造的，那这巷子必定就是制造疫症的源头。你马上出发，挨家问一下，看看他们平常生活所需的物资的采买和用水都是哪里取得的。是。看来这场瘟疫的背后有更大的阴谋。敢问大娘，你们最近采水在什么地方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最近采水都在什么地方？就在那个地方。郡主，打听到了，静安巷位于西市，大部分人采买物资都会去西市。静安巷的尽头有一口很大的水井，普通人家院子里没有水井的，都会去那里取水。水井？那去水井看看。这口井最近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奇怪的事情？啊，对了，刚刚还有个婆婆抱怨到，说之前不知道哪个破屁无赖将不要的旧衣服扔进了井中，大家都骂了好久。旧衣服？去请徐太医过来，让他带人验验这口井。是。娘娘，益州那边已经被宁初曦查到了。死了还是聋了？
我要你们有何用啊？一群人斗不过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有脸来见本宫？他还是杀了不就完了？这么简单的事还来问我？废！宁初曦背后有宁王，有太子，益州刺史对他都是言听计从。我们的人在聚众的时候还被他抓了杀鸡儆猴，他身边还有一个身手不凡的护卫，想要下手，恐怕很难。他在益州待了那么久，竟然没染上疫病，还真是命大。他到益州的时候，宁府里已经有人咳嗽、高热，但他反应太快了，迅速把众人隔离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让不该说话的人统统给我闭嘴！是。郡主，附近所有的药商把药价翻了几10倍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王府掏空也无济于事。周围几个县呢？都一样。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。是啊。郡主小心！怀流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把怀流扶进房间去。啊，是。得将宁府所有的侍卫和下人全部再筛查一遍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暗桩。太医，郡主，还好，那一刀扎进去的位置不深，万幸避开了脏器。再加上治疗及时，怀流已无生命之忧了。那这伤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哎呀，郡主放心，臣先开几服止血消炎的药来，后续慢慢调养即可痊愈。郡主，属下如何担得起郡主行此大礼？救命之恩等同在造，你如何担不起？郡主言重，保护郡主本就是我等的职责。可你是萧先恒的人，若不是听命去保护我，本不用跟我一起进入益州，陷入险地。郡主不必自责。本就是怀流心怀愧疚。你对我有愧？之前，郡主被林玉带陷害，我本奉命暗中保护郡主，当时我就带人守在了羽长阁之外，但是，因为我的掉以轻心和疏忽大意，导致郡主被掳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此事，怀流难辞其咎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但无论如何，你救我的这份恩情也是实打实的。小姐，小姐，收到消息，殿下他们已经到城外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玉安堂出事了！许是这伙人知道刺杀失败的消息，又得知朝廷援兵马上就到，因此想在这里不顾一切取我性命。
若是一会儿刺客进了玉安堂，我会掩护郡主向前跑，郡主只管往城门附近跑。城卫军和主子应该马上就能赶到。玉安堂内全是老弱病患，若是这群刺客冲了进来，整个玉安堂都凶多吉少。郡主，不要想这么多了。郡主准备好，一会儿我让您跑，您就立即往前跑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别动了，还不赶紧走！郡主，快跑！跑啊！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流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流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希儿，小心好，玉安堂，快去救援！快点！所有人留下，保护郡主安全。是，撤。殿下，这次瘟疫事有蹊跷，牵扯众多，殿下还需多加小心。还有，昨日我们刚查出疫病来源于水井投毒，今日便有人想要将太子妃置于死地。小心好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。
还聊。回来没事，只受了点轻伤。玉案堂内众人也都无事。你先好好回宁府休息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小姐，你这是要吓死我！我就一天没跟着你，你怎么又……我怀留的伤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你我这么久未见，结果开口就问其他男人的情况。大佬怎么谁的醋都吃？回来没事，只是受了点小伤，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你就没有其他的话想跟我说？你过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萧星河，我好想。萧星河，我好像知道什么叫一句话可以定人生死，一句话可以夺人性命的感觉了。那种情况下，以一人性命镇住场面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而且你杀的那个人，也不是无辜的，你没有错。我以为你过几日才会到。我先率了3000骑兵过来，大部队还在路上，过几日就都到了。你亲自来了，那京城怎么办？无妨，宁王已经先回京了，有他在，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场瘟疫应该是萧旭主导的，但萧汉也参与进来了。的确，瘟疫不仅是冲着我来的，更像是冲着整个宁府和乙州来的。若是宁府和乙州出事，老头子在前线必然会受影响。若我再出事，跟萧星恒的婚事自然是告吹，老头子也很有可能跟萧星恒反目，可谓是一箭双雕。这种为达目的便草菅人命的手段，的确和萧旭想获取兵权，便想折损15万将士的阴毒计划如出一辙。那萧汉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派人查过了，封城那日煽风点火剩下的2个人，与这2次刺杀你的刺客是同一拨人。你是说萧旭派了人传染瘟疫和挑拨闹事，而另一批人则是专门来刺杀我的？
是。谈个恋爱好烦哦。后悔了？那倒是没有。不过殿下的聘礼准备好了吗？娶本郡主可是很贵的。本宫以整个灵华宫为聘，不知够不够娶郡主？勉强够吧。那本宫还要多谢郡主下嫁。应该的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小姐不好了，府外被一群世家子包围了，他们叫嚷着要让小姐出面呢。急什么？有大佬在，还轮不到我出面呢。安心躺平就是啦。我说李成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竟敢来我宁王府闹事儿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家只是因为低调，所以才没在门上挂宁王府3个大字？哎，此言差矣，我们今天可不是来闹事儿的，不过是想求见岳西郡主，希望岳西郡主赐我们一些药草罢了。我呸！有你这样求药的？再说了，现在药草本就紧缺，凭什么给你们呢？就凭你们一个个一天只知道吃喝玩乐。哎呀，疫情发作时还要出门，封城之后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家中，都不如人家寒门子弟，还知道出门帮忙。你别说的跟你们多高尚似的，太子运来的那些药草不全被你们垄断？咱们都是世家，不能光你们吃肉，我们连口汤都捞不着吧？对呀，污蔑当朝郡主，可是等同诽谤皇室，轻则流刑，重则斩首。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话。你少在这吓唬我，我们不过就是想见岳西郡主，求她手中的药救家中长辈而已，难道行孝道还错了？走。我的手，我的手啊！拜见太子殿下，拜见太子殿下。哪来的狗东西，也敢找岳西郡主的麻烦？殿下饶命！小的只是因为家父患病，这才想向郡主求药，一点都没有为难郡主的意思啊！留你一命，是因为你是为了尽孝。如今所有的药材由官府统一配送，优先给御安堂、道观、书院的患者使用，其他警患可及的人且等上些时日。朝廷派来的药材已经在路上，再过不久，人人都可以吃上药。若有单独需要提前用药者，不用来宁府，尽管来找本宫。可还有疑问？没有，那还不快滚！滚！多谢太子殿下为宁府解围。职责所在，不用多谢。既来了宁府，就没有不拜见宁老夫人的道理。老夫人可还方便？来，请。马上就是年关了，殿下一个人身在益州，无亲无故的，若不介意，就在府上过节吧。是，祖母。哎。
主子，你让我查的宫中10年前那场瘟疫和这次瘟疫的症状，果然如出一辙。10年前瘟疫，难道是小说中我还漏了什么重要信息吗？1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瘟疫。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先后出现发热、咳嗽、高烧，再然后就是呼吸困难。这些病状跟如今益州城的瘟疫一模一样。主子，益州瘟疫，萧兴亨已经查到我们了，至多10日，他便会带着证据回到京城。之前让你们查的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的确如您所料，当年叶庭那场来势汹汹的瘟疫，与如今益州城内爆发的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属下翻阅了当年记录叶庭瘟疫的卷宗，确定益州城瘟疫与当年叶庭的瘟疫的确同宗同源。所以10年前那场瘟疫也是人为，可是为什么？因为萧汉。对哦，萧汉的生母就是叶庭的宫女，那希儿，如果这背后之人与我猜测一致，那此事就非同一般。我必须马上回京一趟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小汉，你今日又在玩什么新游戏？你怎么了？本宫知道，最近的计划多有不顺，但是那又怎样呢？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一个。益州瘟疫只不过是个引子，萧兴亨，他不会得意太久的。
你想听什么？是不是想听我说我不忍、不愿、不信？的确，除了小心求证，我也曾试图说服过自己，这不过是巧合。可是贵妃娘娘，这一州城百姓的瘟疫，只能出自于娘娘之手。要我怎么能不信？为何杀我母亲？本宫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身为宫女，却有了皇子。即便是本宫不动手，他在这深宫也活不。没想到，在我死之前，我还能见到你。你杀了他，他本就该死，难道不是吗？我帮你动手，免得脏了太子殿下的手。贵妃之罪，自有大理皇法处置他，轮不到你处决他。一生苦难的男人，我恨所有明明跟我同一个父亲，人生却是天差地别的兄弟姐妹们。我恨这个宫中所有趋炎附势、美上欺下的人。我也想尝尝把人民捏在手里的滋味。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小星河。你虽与我一样，自小被抛弃，
在刘国皇室受着与我一样的苦。回到宫里，都是假的。小寒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还可以回头的。回头，来不及了。从今往后，有我在，就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下辈子，我们干干净净的相遇。他们。别看。这是从北疆运来的剑茅草。剑茅草是什么？北疆人有用剑茅草煮水的习惯，他们认为剑茅水不仅能驱寒，还能辟邪，所以好些人在遇到没事时，便喜欢煮剑茅水沐浴，或者在严寒时用以驱寒。难道这就是治疗瘟疫的药？不好，我已经拿了一些给太医，让他给乙州病患的士兵先喝下了。参见太子殿下，郡主。下官将剑茅草熬成浓之后，喂给了垂危的几个病人，他们的烧已经开始往下降了。出自北疆，看来孙贵妃这一次的计划，萧许也必然参与其中。是啊，就是他一直在勾结北疆的大皇子啊。太子和郡主给大伙儿发救命的药草了，大家快过来领啊！快，乡亲们，快过来领药草啊！谢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。
谢谢。太好了，有救了！殿下，益州失败，太子昨夜赶回京城后，连夜进宫，宫中传出消息，贵妃和五皇子已经……太子见了萧汉，恐怕计划要提前了。是。陛下，该喝药了。朕命不久矣。陛下洪福齐天，龙体一定会很快痊愈的。这是老天爷对朕的惩罚。瘟疫是老天爷对朕的警示。朕逆天而为，注定有此一劫。瘟疫已经被太子殿下控制住了，太子殿下代陛下福泽万民，这也是陛下的功劳啊！太子，来，扶朕起来。陛下小心，陛下还是先把药喝了吧。朕要逆诏，朕要传位给太子。明日召集大臣觐见，朕要昭告天下。是。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花柳，上！小花柳，没有我不行吧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外面到底什么声音？
主子，宫内传来消息，陛下病重难医，恐年寿难永。萧旭是怕陛下突然薨逝，太子会名正言顺的继位，所以才迫不及待的动手。萧旭既然已经有所行动，怕是已经留有后手了。明日你要赴的，不是皇家戒宴，而是一场鸿门宴。鸿门宴罢了，比起刘国为质，不足为惧。明日恐怕会有一场恶战，太子府也难以幸免。怀柳，明日一早我离府之后，你便送郡主回宁王府，务必看到他进门之后再离开。主子，那你呢？只要他安然无恙，我便没有软肋，萧旭赢不了。明日我会带郑国公府的私兵在宫外接应你，若宫门有异动，我便杀进去。怎么有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感？郡主，哎，怀柳，怀柳，萧敬腾呢？怎么今天起来就没见着他？主子今日有事外出，特命属下留守府中。主子说，郡主自益州回来，离家多日。想必会思念宁王，待郡主醒来，便让我护送您回宁王府。怎么突然要我回宁王府啊？怀柳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萧星恒到底在哪儿？父皇，事情的前因后果便是如此，所以主子一定得先护好您，才能心无旁骛地对付萧旭。怀柳，你帮我办件事。不算迟。看来父皇病重难愈，如今已经传遍朝野。诸位心里已经择好了明主，只是父皇还安然无恙坐在此处，诸位便如此迫不及待。莫非是想逼宫？皇兄此言差矣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们不过是做了最正确的选择。父皇年迈病重，也不宜为朝政与百姓忧思，不如早些退位，
颐养天年。好，本宫作为太子，尚不能接下江山社稷的重担，三弟倒是比父皇和本宫还着急。无妨，皇兄如今也就只能逞逞嘴皮上的功夫了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太子名不符实，碌碌无为，难堪大用。今日结宴，儿臣恳请父皇废黜太子萧心恒，改立储君。李小姐，你怎么会在此？我也想问赵夫人，你怎么？郡主请柬上分明写了只请我一人。我的请柬上面也是这么写的。我的也是。郡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宴请之事，是本郡主欺骗了各位。今日请各位前来，是想借各位的命。解我夫君危困。郡主，您这是在说笑吗？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您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吗？赵夫人说的是，不过我今日可以杀了你。明日也可以杀了他，这样间错开来，既不会显得太慈悲，也不会显得太残忍。我们都知郡主仁慈，救了无数瘟疫的百姓，又怎会滥杀无辜呢？就是啊，很不巧，本郡主很是善变。平日里葬不了花，但今日葬得了你。若各位夫人好好配合的话，倒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岂有此理！我今日就要出去，你能奈我何？我想，你还没有搞清楚。我的意思是，今日无本郡主令，擅出威远者，就地诛杀。你敢！你可以试试，我敢不敢？诸位请放宽心，既然大家都是来赴宴的，本郡主定会保大家安全。至于多久能回府，相信不久后就会有结果了。谁给你的胆子啊？直呼太子的名讳？太子，父皇，您忘了，儿臣刚说了，废黜太子，改立储君。一国太子，岂是你说废就废，说立就立的？你可将朕放在眼里？你可有问过满朝的文武百官？文武百官？诸位大人，既然父皇都问了，那便请诸位来说说，这太子可不可废？陛下，太子自归国之后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，又体弱多病，极易早夭，不宜继承大统。赵夫人，赵大人不过从五品官，他的俸禄怕是难以支撑这账本上的流水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陛下，太子从小入刘国为质，只怕早已胸无大志，难当大任了。李大人这外交使臣做的倒是称职，与他国臣子的来往信件有数十封，
卖国求荣，真是吾辈楷模呀！陛下，太子长于刘国，难保不会包藏祸心，又从未学过治国之策。若是太子继位，大理100年基业，只怕要断送于此。明码标价，买卖官权，将一群胸无点墨的纨绔纳入朝堂，往小了说是贪财丧志，往大了说，杜大人这是想从内部瓦解，毁了我大理100年基业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们，朕竟养了一群有目无珠、目光短浅的酒囊饭袋。陛下，保重龙体。父皇，您看，为了让您高兴，儿臣让这满朝文武都同意了，您还有什么要求？太子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。那一周的瘟疫是谁带兵前往？是谁查出瘟疫之源？又是谁寻到治疗之法？你们一个个只会喊着弃城的时候，是谁有胆魄去救黎民百姓于危难之中？刘国为治，胸无大志。若非太子出治刘国，你们还能有命活到现在？高官厚禄、朱门酒肉，都将你们的脑子堵住了。就算萧兴恒的确做了1、2件事，可是那又如何？他除了会帮助宁出西和宁王府，哪里比得上我？父皇，如今境况，可由不得你说不了。你，陛下保重龙体，保重龙体啊！皇城内虽没有几万精兵，但也有数千羽林军。萧旭，你哪来的底气说出这种话？羽林军。萧兴恒，你不若试试，看看如今的羽林军究竟听谁的差遣。萧旭，你好大的！父皇与皇兄这般仁心爱民，定不忍牵连宫内众多士兵与宫人的性命，不忍百姓流离受苦吧？是吗，萧旭？那你大可试试，一声令下之后，你还有没有那个命活到你继
疼了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弟与皇兄做笔交易，倘若皇兄能劝父皇拟下诏书禅位于我，臣弟保证定将宁初夕完好无损地还给你，让你们双宿双飞，如何？参见陛下。殿下，郡主今日突来兴致，便在微园设宴，邀请群臣的家眷共赏微园盛景。因您一早出府，未能提前与您商议，擅自借用，特让属下来告知您一声。无妨。本宫的微园，就是他的微园，他想什么时候用，想怎么用，随他心意。是。除此之外，郡主还让属下给各位大人带句话。今日若萧星河没有毫发无伤地出现在微园接我回家，那么整座微园的人都会与我一起为萧星河陪葬。这什么？这郡主怎可如此做呀？就是啊，这。宁王带领5万精兵逼向皇城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宁王带领5万精兵逼向皇城。滚！这不可能！这绝不可能！这不是说宁王的兵还在关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将这个逆子给朕打入地牢，听候发落。退朝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各位大人，你们可要想清楚，微园里还有各位大人的母亲、夫人、女儿，在微园等着你们去接他们。尔等宵小，勿以强权逼迫我等就范。天理昭昭，真相总有一日会大白天下，吾愿以死明志。这，哎呀，还有气。下了。朕知道你心里边一直恨朕，虽然你嘴上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自从母后走后，儿臣心里就不知道什么是恨了。朕已经拟诏将皇位传于你。但是朕希望你留你三弟一条命。他犯的可是谋逆之罪。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啊！父皇还是好好休息吧。三皇子萧绪现赤夺其亲王位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冀州，
终生不得回京。希儿，希儿，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。其实，在他们第一次有魔法之心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只是我一直在放任他们的联系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很坏，很自私？嗯，是挺坏的。那你会讨厌我吗？不会，我还挺喜欢的。萧星河，你很好，自私也好，狠毒也罢，都是为了将幕后危害家国安宁之人一网打尽。你保护了你的父亲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子民，是无私，更是大爱。所以，不要怕。萧旭今日就将流放益州，且终身不得回京。我为了迎娶我最心爱的人，也为了除掉早已对我无用却时时压制我的宁王府，我默许你诬陷宁除夕与侍卫私通，放任其被毒杀。
封了我心爱之人为后。是我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。你真的爱过我吗？或许爱过吧。你能不能最后抱抱我？青色记，镜中人不曾知迷。问风月，一滴泪眼交眉宇。余生都着你，相思不可及，像是一场梦不留痕迹。别故人如遥，可曾见君心？望来生，任沧海浮萍潮汐。青丝落入故里，弹针指一句。天涯若追寻，久别意难平。是否结果是自问中的心，凉薄了记忆。何必为无情之人掏心，要是无意。居然是美是梦中的光景，大梦中回忆，秋风起，风烟落秋意。
多吃。太子殿下现在应该日理万机，怎么会有这种闲情雅致，做这种细枝末微的事儿？与希儿有关的一切事情，对我而言，都不是微末小事，我自然也要亲力亲为。我知道啦。哎呦，我宁王府都买不起一个新碟子装调料了。让太子殿下亲自的给我女儿挑香菜呀！行了，你又舍不得女儿了是吧？母亲呐，你不知道希儿在外面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呀？你怎么过的？靠内耗过的呀！你呀，这么累，干嘛去啊？别去了，吃点吧。行，喝酒，坐着吃。来，我敬你一个，干杯！家庭。